今天有点太好看了。真的，今天我看我自己，我说哇，人间水蜜桃，都有点不好意思讲我今天的内容了。我本来是想说我很抠门，因为虽然你们看不出来啊，但其实我对于时尚跟购物是一窍不通的。就在我心中，购物只有2种模式，一种是这个都给我插下来，另外一种是这个都不是我弄坏的啊。我记得有一年冬天啊，我为了奖励我自己，给自己买了一个200块钱的外套。我高高兴兴出门去，一个朋友指着那个 logo 问我：“你现在是有钱了哈？几千块钱的衣服，你说买就买。”我想完了，搞到假的了。但我是个很诚实的人，还是跟他实话实说。我说啊，我也不懂这些，喜欢就买了。最近呀，一个朋友跟我说，你现在呀也是红了，我带你去趟香港，了解时尚，顺便呢勇闯富豪世界。一到香港，我朋友就说，你别把你的通行证弄丢了，放到我的 LV 钱包里吧。我说这就开始闯了。他把他的钱包拿出来，我说这个上面也没有 logo 啊。他把钱包徐徐翻开， LV 在夹层里。我说哦，图穷驴线。我们俩在逛街的时候，他指着前面一个女生说，他说你看那个人穿的是假裤子。我当时第一反应，我说什么是假裤子？就是他其实没穿。他那个是人体彩绘。后来我朋友带我去看香水，他说他喜欢祖马龙，因为很低调，但是别人一闻就知道是祖马龙。到这儿我真的忍不住了，我说这个别人他到底是谁呀？他为什么一直对你望闻问切的？而且真的有人那么懂品牌吗？因为如果是我闻到别人的香水，我只会说嘿嘿，你好香啊。我就跟我朋友说，你是不是有点太被消费主义洗脑了呀？他说那你回上海的时候，我帮你升舱吧。我说消费主义也好香啊。那个其实是我第一次坐公务舱，我是非常紧张的。我坐那儿之后呢，想调座椅靠背，摸了半天，也没有摸到开关。你知道，主要是也不敢大摸，不了解公务舱，我怕我摁个啥按钮，给飞机舱门弹开了。那样的话，我的惊呼声会显得很像祈祷啊，门！我当时特别想让空姐觉得我这个人体贴又有礼貌。当时空姐跪下跟我说话，我马上去拉，我说姐姐，这又是何苦呢？空姐问我橙汁和水您需要什么？我说我都不要，我要你好好休息。不好意思，有点太油了啊。跟我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坐我旁边一个12、13岁的小女孩，她的父母呢坐我们后面。起飞之前，空姐过来提醒我们2个人调直座椅靠背，我们俩都没动。她没动，是因为她不在乎规则；我没动，是因为我没动。我做不到她那么松弛，还是带着一些经济舱的拘谨，就感觉我虽然人到公务舱了，心还没过来，怎么身体跟灵魂总有一个在经济舱？而且我当时看着她，我就想啊，她躺得那么平，她不怕待会儿飞机起飞的时候，她从后面滑出去吗？后来
来我想他不怕，因为他身后有父母托举他。而且当时更让我生气的是，他背了一个香奈儿包。我说你12、13岁，你上初中哎，你背香奈儿干嘛呀？你拿它装笔吗？但是说真的，我是很羡慕他的啦，因为我爸从小就是穷养我，就对他来说，除了生存需求之外，其他都是浪费钱。我10岁的时候想吃榴莲，我爸就不高兴，他说你是真的想吃榴莲，还是因为它贵呀？我说有没有可能就是馋呢？我知道我爸可能怕我以后过度爱慕虚荣，但是榴莲有点太没必要了吧？那长大以后别人拜金，我拜金枕榴莲。哎，我本来只是一个馋嘴的小女孩，在我爸那儿我会成为一个榴莲捞女。其实我知道，就是当时在飞机上碰到那个女孩的那一天，是我整个人生当中第一次特别的想要一个香奈儿包。但多年的教育使我决定买个假包。经过我详细的市场调研，我发现那种很真的假包也要3、4千块钱。我当时问那个店家，我说这真的是假包吗？他说哎，包假的。其实我很清楚，我想要的根本就不是那个香奈儿包，是那种在任何场合下都可以很自在的感觉。但我还是想要一个香奈儿包，里面装满榴莲，这样别人一闻就知道，这才是真正的丑男儿。其实我上周已经买了，买的真的。哎，说出来又如何？真的，我今年很想多赚钱，我想给我妈也买一个香奈儿包，给我爸买一个刮胡刀，手动的。他如果有意见，我就问他：你是真的想要电动剃须刀，还是因为它贵呀？谢谢你们。也是红气养人了。确实今年又来了。我在去年的节目当中呢，就是表现出色。这个不是我自己说的，是我问了 AI。去年我上完节目之后呢，好多人夸我。还有人跟我说什么女孩子是世界上最美好的生物，女孩子都香香软软。我个人不太喜欢这种说法因为我觉得我们女孩子是各种各样的，为什么一定要香香软软的，对吧？对啊，我们又不是什么法式小面包。但是直到最近，有一个零食品牌找我直播。当时真的没有忍住，我说我就是小面包，我香香软软，可能因为我太谄媚了吧，最后没有接到这个商务。上完节目之后呢，好多人说记住了我的自信。还有一些姐妹跟我说很羡慕我的天生自信，哪有人天生自信啊？咱们从来没有见过哪个医生在产检的时候指着那个 B 超单说：“哎呀，你这个小孩先天性自信呐。”然后等这个小 baby 在产房里面出生的时候，他就做自己。就是我是从小到大都很胖的。所以我不是天生自信，我就是天生胃口很好。哇，真的，我的胃口好到什么程度？当我第一次听说开胃这个概念的时候，大为震撼。我说胃还有闭上的时候呢？你们还得叫他开门吗？你们怎么叫啊？你说喂喂喂
喂，给魏叫生气了，魏说第一。谢谢你们喜欢这个梗啊，这个确实是我今年写书最喜欢的一个梗啊，没有任何原因，就是荒谬啊。我以前其实都很自卑的，我最自卑的时候是青春期，因为初中的时候特别喜欢把班上最胖的女生和最胖的男生拉郎配，对吧？初中都禁止早恋，而我在包办早恋。我跟那个男生啊都没有说过几句话，我们两个人不敢，因为我们但凡有一点互动，其他人就你看，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大堆呀。真的，现在回想起来，我们两个人当时特别像那种被强制营业的 CP。我跟他都想解绑，但粉丝们不同意。我跟他想解绑有一个方法，就是有一个人呢要瘦下来，但我瘦不下来，所以他必须给我瘦下来。到后面我疯了，我看见他坐在那儿，我就生气，我说你运动啊，你跑步啊，你再不跑，我就追你了。他说你不跑，我就追你了。同学听到磕疯了，哇，他逃，他追，这一大堆。好，都懂啊，都是磕过 CP 的人。但这个说实话不是我当时最害怕的，我当时最害怕的是体检称体重。都懂啊，因为我每次围着上那个体重秤啊，好多男生围过来起哄，那个场面万人空巷。那会儿就已经像女明星了，但其实那个体重秤更像女明星，我像她的保安，因为是我在，别看了，走，我们称老师不拍照。这就是我的青春，所以我当时真的看不了一点青春片，因为你们那些女主角啊，要么天生大美女，要么丑小鸭逆袭，一个能代入的都没有啊。你们看过《初恋这件小事》吧？对吧？它讲的就是女主为了男主一路逆袭的故事，但你们可能忘记了，女主角有一个胖胖的闺蜜，她也有自己的 crush。我当时带入她看了半天，结果看到她一直在帮女主追男主，我真是恨铁不成钢。我说小胖龟呀，你就没有自己的男人要操心吗？后来那个女主角啊，她不是丑小鸭逆袭变得很漂亮了吗？好多男生都很喜欢她，结果小胖龟还是黑黑土土的。我当时真的很生气，我说我们不是闺蜜吗？你美白不叫我，学化妆不叫我，哦，吃饭你倒是叫我了。而且你还不吃，能不能管一下我们普通人的死活好不好？能不能给我们普通人拍一个青春片啊？真的，能不能至少给我们造个梦，对吧？如果让我拍，我就拍里面那个女主角，她也胖胖的，什么都没有，但她就是很自信，因为她身边的人都很正常友好。比如说，当女主和班上最胖的男生走在一起的时候，其他人只会说：“你看，真是一对普通的两个人啊。”当女主体检称体重的时候，围过来一圈男生当她的保安，说谁都别想看她的体重。旁边医生说：“啊，我也不能看吧。”当女主因为有了 crush 开始身材焦虑饿到晕倒的时候，闺蜜递过去一个小面包，说美丽没有天花板，你看你多香香软。而且为了男人不值得，因为没有4菜1汤的爱情就像一盘散沙，风一吹就不好吃了。我朋友听了我的这些设想啊，他说你说的这个不是青春片，是舌尖上的中国。不
得不承认啊，姐妹们，目前的环境催生不出来这样的青春片。所以真的，如果你们觉得自己不够自信，你就装。你们别管，你先装他一个疗程的。如果你实在不会装，你现在在兜里装一个 vivo S30。等一下，哇 ，Live Photo 神器，拍出鲜活的自己，好好看看你们自己到底有多美好。事实证明，谄媚是可以接到商务的。而且我们仔细想，你装自信没有任何损失，哪怕有人过来问你说你凭什么那么自信呢？不要理他，掉头就走，因为你确实不知道为啥。就像我也不知道以前为什么要自卑一样。谢谢你们。大家好，我是七七。一直有观众说我长得像杨天真，今天第一次见到本人，真的好像一起美丽又大方。而且我去年也干了一件大事，我去年减肥瘦了40斤。能从一些人的脸上看到疑惑呀，心里在想，这是减肥前减肥后啊，这是格局小了。朋友们，别看我现在不瘦，我以前更胖，而且我从小到大一直都很胖，所以这次减肥让我第一次发现，哇，原来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锁骨。然后我的生活也变了，首先是我的电动车，它同样的电量可以跑得更远了。我的穿衣风格也变了，我之前只穿宽松的衣服，因为遮肉，我现在主打一个露。去年一整年一件 T 恤也没有买过，全是吊带儿。哦，今天没有穿，节目组不让。我也开始在朋友圈里面发一些以前没有发过的那种好看性感的自拍照。有一些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有一天我刚发完，有一个3年前的前同事过来找我聊天。他说：“美女，晚上好。”我说：“你好。”他说：“认识一下。”我说：“我们已经认识了。”但他的下一句话好震惊我，他说：“哇，你好会撩啊！”就是我现在的生活确实比以前好太多了。我以前被人造过一个很离谱的谣言，我才发现我的人生不是没有观众，只是我之前没有看到他们的 report。他们造我饭谣，他们说我吃得多，哼，有人在想不一定是谣言吧？他们是说我在演出结束之后的聚餐里面吃的太多了，给请客的俱乐部老板吃生气了。这么离谱，竟然真的有人相信，这肯定是谣言吧？因为你们想，就算俱乐部老板真的生气了，他怎么跟别人说呀？他说那天我请演员吃饭，我有个叫七七的也吃太多了。你说我这个人小气不小气？是吧？没有人会这么讲的吧？就是他这个算是一个八卦，也算一个谣言，让我觉得好羞耻。因为我以前不知道吃得多会被嘲笑，我一直以为吃得多很可爱呀。是吧？偶像剧里都是这么说的，女主角吃得多，男主角就会很宠溺的说：“真是个小馋鬼呀。”哪个男主角会说你是饿死鬼吗？你跟别人说有一些女明星啊，特别爱立吃货人设，她们根本就不合适啊。有一个女明星说她每天喝8杯奶茶，网友都不信嘛，说她好茶呀。但如果我说我每天8杯奶茶，你们只会觉得肯定是好茶。我不喜欢这个八卦，还有一点是因为我觉得这个八卦显得我好傻呀。就是你们想一想，我们这个行业其他人都是什么八卦呀？抄袭、离婚、亲嘴儿。别的不说，他们至少像个成年人吧。只有我每天在那嗨嗨吃饭。我当时真的很担心，不会有俱乐部嫌弃我吃得多，
不请我演出了吧？我不会因为吃饭而吃不上饭吧？我就赶紧去找我经纪公司的老板商量，我说你知道外面传我什么吗？他说知道，说你没礼貌。我说这个我倒是不知道。我就跟我老板说，我说那现在怎么办？我的饭也要在外面沸沸扬扬的。他说你以后在外面少吃点吧。我说这就是你控制舆论的方法吗？以后我在外面只能夹起嘴巴做人了。他说那也是没有办法，女生哪要像你吃那么多的，不体面。我当时好委屈，我说饭量大就不体面了吗？女生也太容易不体面了吧？我都有点生气了。我争取什么素颜自由、穿衣自由，本末倒置了。从今天起，我就争取吃饱自由。我要做拒绝饭羞耻的新时代女性。我的前辈争取了上桌吃饭，我要争取上桌吃饱。谢谢你们，谢谢。翟佳妮的表演我也听了，说实话超熊，我不理解。我觉得他要是不喜欢节目，可以不来。哦，我这么讲，哥哥不会生气吧？好了，到总决赛我也挺开心的。你们看我今天的打扮也看出来了，今天就是我的成团之夜。哎，好，今天总决赛了，跟大家讲一段就是我一些不为人知的往事。大家不是一直说我长得像杨天真吗？嘿嘿嘿嘿嘿，现在不像了啊，他瘦了。前2天有人以为我才是真的杨天真。不过有一点确实很像，就是我之前也当过一段时间演员经纪人，是真的。很好奇我带的是谁吧？不用好奇了，他没有我红呢。这个是很久之前的事情了，就当时我们2个人都很努力，但我们2个人就是能力很差。当时我唯一想到的，我说黑红也是红，我都忍不住问他，我说你就真的没有出过轨吗？他说老师单身也能出轨吗？我说那你逃过税吗？他把盒饭一放，啊，没有收入也要交税吗？就公司给他做的那个演员资料，跟我的简历一样，过度包装，写他身高1.83米，懂的都懂，1.72米，说他擅长武术，他只会嘿，哈，吼，招数不多，但声音很大，还说他精通日语，但其实他精通的是这种日语，识时务者为俊杰。就我那个艺人，他不光是没有特长，业务能力也很一般。我有次带他去试戏，演一个霸道总裁，一点儿也不像个总裁，顶多算个霸道个体户。我还得硬着头皮跟副导演一顿猛夸，我说他这是为这个角色而生啊！我当时越说越委屈，我说这是在考谁呀？怎么他演得越差，我就得演得越好啊？戏接不到嘛，就想上综艺提高一下人气，但他对自己的名气有很大的误解。我那会儿呢才刚开始讲开放麦，然后他跟我说：“你想想办法，我要去吐槽大会当主咖。”我说：“你有啥好吐槽的呀？你到现在只演了10部戏。”只有2部在豆瓣上有评分，去掉一个最高分，去掉一个最低分，你的平均分就是0呐。其他嘉宾可以吐槽你的，我刚刚已经全部说完了。他不死心呢，他说：“那我要去脱口秀大会。”谁能想到6年了，他没上成脱口秀大会，而我也没上成脱口秀大会。我知道确实不能全赖他，就是我的能力呢更差一些。因为我在入职之前给这个工作想得太好了，我以为经纪人啊可以在娱乐圈里面只手遮天，翻手为云，覆手为雨，
让整个娱乐圈里没有晴天，除了10个晴天。但是我入职之后才发现，只手遮天、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是他会的所有武术动作。我当时真的以为经纪人的工作就是在那个保姆车里面啊骂演员，说你要是再不努力，娱乐圈就没有你的位子了。后来是我跟艺人挤地铁，我们俩都没有位子。我当时每天最主要的工作呢，就是跟副导演我说求求了，给我们家哥哥一个角色吧。有的副导演比较势利，看不上我们这种小经纪人。有一次我在旁边等了1个小时，才有人过来问我说：“哎，你好，咱们这里还有角色吗？”把我当副导演了，我赶紧解释没有了，下次早点来吧。把竞争对手全部赶走。就这样，他也没选上。我在想，导演可能觉得说，要是实在找不到合适的人演的话，就把这个角色删了吧。但我是很喜欢我的艺人的，我希望可以给他搞红，我就开始向那些成熟的经纪人学习。我发现他们都是非常的热情亲切，比如他们见到谁都会啊，亲爱的。我第一次被人叫的时候，我想啊，什么时候爱上的？不是第一次见面吗？有一天，老板让我去给副导演工作室送几杯奶茶，我当时鼓起勇气走到一个副导演旁边，亲爱的，喝点奶茶吧。他头都没抬，说放桌上就行。我当时年纪很小，我恼羞成怒，我提起那个奶茶掉头就走。但我的职业素养告诉我，我一个人喝不了那么多。又重振旗鼓，放前台了。老板给我发信息问我送了吗？我说放门口了。拍个照你看一下。我当时入职了2个月，一个活呢也没有给他接到，我就去找老板。老板说：“哎呀，你着什么急呀？哎，这样，你先给他搞个饭圈吧。”我说：“人多才叫饭圈，我一个人搞，只能叫饭点儿。我们2个饭点儿，是一条饭线段。”老板说：“慢慢来，你先买几个人去给他接机。”我说：“先不说他有没有机会坐这个飞机哈。”就到时候那一大堆人啊，从经济舱出来怎么接呀？老板说不管，先给他造势，你先买一点水军去给他微博控评。我说你还是有点不太了解他，老板，他一般微博只有3条评论，1条是我，1条罗伯特，还有1条是他回复罗伯特，就是干了半年就被开除了。因为半年了，还是一个活儿都没有接到。你们知道我是有底薪的，也就是说那半年我赚的比艺人还多。不过好在他现在已经没有当演员了，他现在是一家酒吧的主理人，过得很幸福。你看，我就说他天生霸道个体户。上次他来看我演出了，看完之后他也挺高兴，他说咱们俩现在都挺好。其实当年我也不怪你。我心想，我也没怪我。他说其实我早就知道自己不适合演戏了。我说但是我是一直相信你很有天赋的。他也释怀一笑。我想这么多年过去了，我的演技还是这么好。我是真有天赋啊。谢谢大家。没救了。今天这个妆发，这个造型，怕是迪士尼要通缉我了。我刚刚一路上过来，就听到好多姐妹夸我，对吧？我是非常感谢你们这种直白的夸奖的，因为作为一个胖女生，经常听到的一句夸奖其实是“你要是减肥了，一定是个美女”。我以前觉得啊，用你说。就是我以前也觉得得等我瘦了，我才能当美女。但我后来想，我等不了了，我现在就要当美女。先当美女的人，先当美女。
用这种标准要求我呀，真的是我是谁呀？我吃过的饭比他吃过的饭都多。但我也知道啊，在这个大环境下面呢，女生不被影响其实是很难的。我经常刷小某书，看到有女生发自己的自拍照，然后让大家给她打分的。我想这都什么年代了？每次看到我都觉得很心疼。有次我说姐妹，你不需要别人的评价，我们可以先欣赏自己。她说你3分。好，现在知道什么年代了？东汉末年。当然了，被观众评价呢，其实是我这个脱口秀工作的一部分嘛。但是你们不知道，有一些 report 它真的写得非常离奇的。有一条是这么说的：七七今天没穿裙子，穿的裤子，我不喜欢她穿裤子。我说人都得穿裤子，就算我今天穿了裙子，我也穿了裤子。还有说我穿得太成熟了，不少女的。我快30了，我是个妇女。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有人一直在期待女人是少女的单纯懵懂的样子。你们知道《一路繁花》吧？我之前看的时候啊，我看到有个人说好讨厌这几个姐姐啊，心机太重了。我说她们都60、70了，也该懂一点人情世故啊。而且我是那种很喜欢向姐姐请教人生经验的人，我不能接受有一天我去问姐姐，我的人生好痛苦，我找不到出路，应该怎么办？姐姐说啊，不知道啊。人怎么可能保证单纯的？保持不了的。这个世界就是在逼迫人学会人情世故。我以前上班的时候，对，我是上过班的，和其他的脱口秀演员略有不同。我当时去面试一个电影公司啊，那个面试官是一个中年男人，他是一个制片人。我当时的梦想就是当一个制片人，当时跟他相谈甚欢，我想权力我来了。结果他问我：“你现在有男朋友吗？”我想啊，爱上我了。我说我不接受办公室恋情。他说我是怕你以后结婚啊会影响工作。我一听特别着急，跟说你放心，我连恋爱都不谈。但进了公司1个月之后啊，就是也没有进入权力的漩涡，因为我每天都在办公室里贴发票。我找了那个面试我的制片人，想争取一下去剧组给他当制片人助理嘛。他当时跟我说：“你的事儿呢，我会考虑的。这样，待会儿呢，我要去跟人吃个饭，你可以吗？”我说：“吃饭，擅长。”而且为了抓住每一个机会来证明我的能力，我还特地带上了胶棒。待会儿吃完饭，当场贴发票。我一推开那个包间门啊，我就发现不对，全是陌生人。我一坐下，那个制片人就让我喝酒。我当时太年轻了，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饭局。我说我不喝酒，我要喝椰汁。制片人当时是有点不高兴的，他说：“你只喝椰汁啊？”我说：“好吧，其实我私底下可乐奶茶都来的。”中途他把那个空酒杯往我面前一推，想让我倒酒。我当时又没读懂，我说：“咋啦？你也要喝椰汁啊？”他就再也没有理我了。第二天呢，他把我叫到办公室说：“你呀，不适合剧组。昨天一点也没给我长脸。”我不想给他长脸，我想给他长嘴。但我当时说的是我可以学。他说：“算了，你这个情商啊，没有阅历啊，练不出来的。”我想什么意思啊？我没阅历，说我情商低，人家姐姐有阅历，你说她心机重，怎么跟密室逃脱一样，找不到出路啊？就好像我当时只给了我2个选择，要么我做一个拥有权利但不受欢迎的坏女人，要么我做一个单纯懵懂但很会贴发票的服务员。然后因为不会服务，被饿死。你们也能看出来，我很容易被饿死。
我想改变规则，我想喝椰汁。等我有权利的时候，单开一桌，可乐、奶茶都有，每个人想喝哪个喝哪个。我们以后就喝这个了。谢谢大家。Hello， 大家好，我是七七。可能你们呢也看不太出来，其实我去年减肥了，瘦了40斤呢，从180瘦到140。哎呀！哎呀，每听到你们这种声音，我就特别的高兴。是这样的，就是我以前一直以为减肥之后人生会变好，但我没想到会变得这么好。最直观的是别人对我的反馈，终于开始有人夸我漂亮了。以前也被夸过，只是没有被单独夸过。他们都只是说每个女生都很漂亮。而且真的像我这种从小到大没有被夸过的人，真的完全经不起夸。刚开始被夸漂亮的时候还理智尚存，觉得啊，我应该也算是个小美女吧。被夸到后来，我宇宙第1大美女。刘亦菲，类型不同而已。那段时间真的是太狂了，太飘了。我甚至会把我所有的演出问题都直接归结于我的美貌。如果这一场演得好，美丽罢了；这场演得不好，美丽是我的原罪。至于段子内容写得好不好，那是像这样的丑东西才需要考虑的事情。减肥之后，我整个大变样，太自信了，甚至有一些油腻了。也是我跟我喜欢的男人表白，我跟他说我喜欢你，他说他不喜欢我，我不信。怎么会有男人不喜欢我呢？我跟他聊了很久，他最后才终于说我配不上你，行了吧？我信了。但你们放心，我也没有游很久啊，就是那个巅峰体验很快就过去了，我的智商又占领了高地。我意识到一个惊人的事实，我没有刘亦菲好看，但也还可以。而且经过这一次减肥，我发现自己对美丽对外貌也没有那种很极致的追求了。这个态度怎么说呢？还挺省钱的。最近有一个健身房给我推销那种高端减肥私教，我很心动。他说8000一年，人也没有必要那么漂亮。其实经常我会碰到姐妹来跟我讲，说好喜欢你的自信感觉你都没有身材焦虑的。今天也给姐妹讲一下没有身材焦虑的秘诀：不承认。怎么可能不焦虑？我只是在偷偷的努力罢了。我最开始减肥的时候都没好意思跟身边的人讲。别人问我说：“哎，你怎么瘦了？”我都说就不知道哎。有天早上起来突然就瘦了，莫名其妙。然后吃饭的时候，朋友会问我说：“哎，你吃的是减脂餐吗？”我都说没有啊，就天生爱吃西兰花。我的朋友们还会追问我说：“那你怎么最近不跟我们吃夜宵了？”我好慌张，我都开始编瞎话。我说我最近晚上在跟郭麒麟约会了。我们不能吃夜宵了，他都胖了。哎，约会是开玩笑的不要去问他，他不会承认的。讹人。这下更难说清楚了。就是经常应该有减过肥的姐妹对吗？减肥真的好难因为我后来又反弹了20斤，反弹真的好快呀。我有一个血泪一样的教训分享给你们：衣服不要扔得太早。我当时看着衣柜那个绝望的心情，就像高考之后把书撕了，发现自己还要复读。反弹压力太大了，我也不能一夜之间瘦20斤吧。而且我最害怕的还是别人发现我反弹的事情。我后来真的，我心一横，牙一咬，我想不管，我就跟别人说我140，别人再怀疑我也不认，因为我想
也不会有人从包里拿出一个体重秤说，哎，今天我恰好带了个体重秤。如果这样，我也只能硬着头皮说，我早上称还140呢。反弹真的好快呀。由于我一直以来在隐瞒我反弹的事实嘛，真的会有女观众把我当成减肥专家。有一个女观众给我私信，她向我虚心请教，她说我的目标体重是90斤，但是我卡在100斤，怎么都下不去，怎么办？我当时心想，怎么才能卡在100斤呢？我连140我都卡不住，但我还是维持住我那个专家的形象。我很笃定的跟他说，你就说你90斤就行，没有人会发现的。就像我一直说我140，其实我160，你能看出来吗？他说能看出来。但他接着说，他说但是谢谢你让我明白，身材不能定义魅力，胖胖的女生也有自己的舞台。我说什么胖胖的女生？我就140哈。谢谢你们，我是七七。Hello， 大家好，我是七七。咱们今天聊聊恋爱吧。我其实以前从来没有谈过恋爱，我母胎单身27年了，但就在今年谈上了。在这里，我首先要为我以前骂过的所有恋爱脑道歉。我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哇，爱情真的好容易让人疯狂啊！我以前不知道，我刚开始跟我对象接触的时候，就有一点患得患失嘛，心里就很慌张。网上的情感大师教我，你搞1个你慌张，你搞3个你还有时间慌张吗？我就开始实操。没成功啊，我是搞纯爱的那一种。当时我对象给我发信息说他中午吃了麻辣烫，我想天哪，我也爱吃麻辣烫，真是天生一对呀。然后有个别的男的跟我炫耀说他去吃了帝王蟹，我说帝王蟹能放麻辣烫里吗？我给他回，我说你别没话找话，转头呢开始绞尽脑汁跟我对象找话题。我说我今天听说有个男的去吃了帝王蟹。我对象给我回，你别没话找话。我想天哪，他跟我回的一样，真是天生一对呀。我确认关系之后，整个人变得更颠了。就是我以前闺蜜谈恋爱的时候，她会把她的手机壁纸换成她对象的照片嘛，我当时完全不懂，我说你就没有自己的照片吗？直到前2天，我闺蜜看见我输手机密码的时候，她说哟，你就没有自己的生日吗？当然了，我也没有自己的照片，不知道怎么回事，天天都想看到她。我还把她设置成了聊天背景、电脑桌面，甚至想在地铁站给她包一块大屏，上面就放她的照片，旁边5个字：七七的真爱。有人路过都要好奇吗？七七是哪个品牌呀？怎么找个素人代言呢？这个我都觉得还不够我看的。我想把他的照片铺满全世界，我想让宇航员从外太空看地球，只能看到长城和我的爱人。而且我以前什么都不懂，我只觉得我闺蜜很矫情。比如说，她会因为她男朋友没有去机场接她而生气。我当时不理解，我说有什么好接的？他是有车吗？电瓶车不让进机场吧？我闺蜜说你不懂，他不来接就是不够爱。我说你要这么说，网约车司机最爱你了。我说你要理解嘛，每个人毕竟都有他自己的事情嘛。我谈恋爱之后，他能有什么事情？他必须来接我，我不让他来，他也非得来。他必须想马上见到我，一刻都等不了。在出口等我已经不够了，他得直接开着摆渡车来接我。这样都不够显得他着急的，最好是飞机一落地，他就啪贴到那个窗户上，眼睛盯着我跟着飞机滑行。机舱门打开，空姐说：“啊，先生，那个舷梯是不能爬的。”我把空姐一把推开，我说：“没事没事，这是我男朋友了。”太想我了，没办法。而且因为我以前对于爱情的幻想也是全部来源于偶像剧的那种，所以我对我的初吻呢，一直也有一个完美的设想。在一个月明星稀的夜晚，我跟男神并肩走在林荫小道上，找个机会我假装摔倒，他一把把我拉入怀里。注意，
这里有个知识点，他拉我的时候，我是一定要转圈的。然后我们2个人四目相对，这个时候背景音乐响起 ，You are my destiny。然后这个时候天空中开始砰砰砰绽放起烟花，烟花在天空中一会儿排成一个一字，一会儿排成一个人字，最后排成了我的名字。这个时候男神呼唤我宝贝儿，我说嘘，别说话，吻我。哎，我把这个给我对象讲了，我说怎么样，浪漫吗？他说你可闭嘴吧。我说啊，闭嘴，是要吻我了吗？是这样，我对自己也很失望。你们好像我的理智已经完全消失了。我以前还真的天真的觉得，我对于对方前任的态度会是，这是他的人生经历呀，客观存在，并且塑造了现在的他嘛。直到前2天，我发现我对象没有删他前任的微信。我说，要么你删他，要么我删你。而且可能因为我没有前任吧，我有一点太在意他前任了。我脑子里全是他前任。我说要不你跟我谈，要不你跟他谈，要不我跟他谈。因为我吧也知道自己是个什么东西，我真的很怕朋友骂我是恋爱脑，但我对象的条件吧又太容易让我被骂了。我对象是一个鼓手，这是我对外的说法。他最近报了一个班学架子鼓。他这个情况我完全不知道怎么应对朋友的询问。我说我谈恋爱了，他们都很兴奋，问我，哎，他是做什么工作的？我说他最近没有工作。那他肯定很帅吧？我说那应该是说不上吧。那他是不是性格很好啊？我说要不你直接骂吧。不过你们也放心啊，我没有给他花钱，我还赚钱了。我来之前，他拿着钱求我不要在节目上讲他。钱我收了，但我不光这次要讲，我下次也要讲，我写到专场里讲，我全国巡演讲，谢谢你们。其实我呀，也不是一开始就这么成熟美丽的。大家好，我是西西啊。今天我来主要是想跟大家坦白一个事情，就是我曾经呢是一名文艺青年。我当得太早了，我高中就喜欢大斌老师了。真的，那会儿高考动员会，老师问我们，你们以后都想去哪里呀？同学说清华、北大，我说大理、拉萨。老师很生气，说那你以后能做什么工作呀？我说我能当作家、主持人、民谣歌手、酒吧掌柜、黄金左脸。所以我高考结束就马上去了一家青年旅社里面做义工，在浙江一个古镇叫西塘。哎，我在那里生活很荒唐，因为我是那个青旅里面唯一的义工，我以为我去那儿可以净化身心、洗涤灵魂，没有净化身心，只有洗涤灵。我每天除了打扫房间，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跟客人玩狼人杀。同学打电话问我西塘人多吗？我说狼人挺多的。然后那会儿大斌在西塘开了一家自己的酒吧，叫大斌的小屋。嘿嘿，真有同道中人啊！我特地就去那里朝圣了。哎呀，不要嘲笑我，好吗？好的。去过的人都知道啊，就那个酒吧，它有一个环节，就是让每一个观众轮流讲出他自己的故事。一个大哥站了起来，我之前一个人误入了无人区，走了1天1夜。
以为自己要死了。这时候，一头牦牛走了过来，亲了亲我的额头。我知道，我要见到神明了。啊！这个张飞是从哪来的？张飞，这也太装了吧！但我当时管不了那么多，因为下一个就是我。我能讲什么？我才高中毕业。我说我之前一个人误入了尖子班。模拟考试之后，我以为自己要死了。这时候，一头班主任走了过来，敲了敲我的额头。我知道，我要见到家长了。我当时在那个青旅里面待了1个月左右，认识了很多来自全国各地的客人，基本上都是背包客、骑行的和大学生，搞得我当时一度以为是我们青旅有规定，不能接待有钱人。我在那认识了很多人，没有一个正常人，他们都在朋友圈里卖佛珠，最近开始卖盲盒，买了一个，打开是佛珠。当时有一个光头哥啊，在我们青年旅社里面常住，他头上没毛，但他脸上全是毛，他留络腮胡，我当时乍一看，以为他头长反了。光头哥是那种很典型、很老派的文青，他最瞧不起的就是那些被社会时钟裹挟的人。他那会儿经常攻击我，他说：“像你这种只会死读书的人。”我说：“哥，我只考了一个2本。”他说：“你以后只会过那种最无聊的生活，你只会找工作、等升职、坐公务舱、住希尔顿。”我应当珍惜这份祝福。光头哥又说：“他说你要记住，你是为自己而活的，人生没有什么目的地是一定要抵达的。”我说：“我还没去过拉萨。”他说：“那你是白活了。”所以我大2那个暑假就决定要进藏。都说青春没有售价，硬座直达拉萨，但我没有坐硬座，我走路去。我是一边走路一边搭车了，还好吧，主要是搭车了。哎呀，走路太累了。我只是喜欢当文青，我又不喜欢运动。我当时年纪小啊，特别期待在路上碰到的人都是大兵书里面那种人，所以我一上车迫不及待问司机，我说：“你为什么想去西藏？你是流浪歌手，还是地下诗人？”司机说：“我放年假。”我说：“那你逃离原生家庭？”他说：“没有。”我说：“那你感情受挫？”他说：“没有。”我说：“那你肯定有抑郁症？”他说：“不想做就滚下去。”我的小嘴巴就闭了起来。我意识到这个车里啊是禁止文艺的，这不是一辆文艺之车，这是一辆汽车。2个人啊，在那个国道上走了2个小时左右，又搭上来一个男孩。那个男孩上车就问我，他说：“你为什么想去西藏？”我当时真的很紧张，透过那个后视镜看了一眼司机，我说：“啊，我放暑假。”那个男孩说：“我之所以想去西藏，他离滚下去不远了。我之所以想去西藏，是因为我之前一个人误入了无人区，走了1天1夜。”我说：“哎，好耳熟啊！
我还没说话，司机也坐不住了。司机说：“这个开头听了7、8遍，这无人区怎么人山人海的呀？”我当时进藏大概进了10天左右，路程很苦，但真的很美，但真的很苦。我现在已经完全过不了那样的生活了，我还是很想再去西藏的，但我要公务舱进藏，我要风光大藏。你们也能听出来，以前的我呢是没苦硬吃，现在的我没钱硬花。但很多改变呢，就是在不知不觉之间就发生了。前2年我跟光头哥又见了一次面，在西塘那个青年旅社里面，距离我跟他第一次见面已经过去10年了，一切都变了。他结婚了，有了小孩，还有了一份稳定的工作。但我能看出来有些东西没有变，他还是没有长出头发来。我当时特别想跟他说：“乖，摸摸头。”那天晚上，我跟他在青旅里面聊天，聊得很晚。光头哥说要走，我说你要去哪里呀？他说哦，单位给我在附近订了希尔顿。我当时看着他离开的背影，没有忍住开口问他：“你不是说人生没有目的地一定要抵达吗？”他没说话，但他的手机发出声音：“您的专车已经抵达上车点。”谢谢您。